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我听错了吗？大明，你有没有遇到过很奇怪的事？奇怪的是，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比如，有人对你说你很漂亮啊。这很正常啊，女生都爱听好话。但如果他说的是你很飘啊，呢？飘，你是不是听错了什么？对啊，我当时就想，这是夸我吗？哈哈，这种感觉我完全明白。我就一直在想，我听错了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，小美。我觉得声音很像，但意思完全不同。是的，尤其是在吵闹的环境里。或者对方说话有点快，就更容易了。没错，语速一快，就更容易听错。我当时很不好意思，不知道怎么回应。你可以笑着问，你是说漂亮吗？哎呀，我当时没想到这个办法。这种事很常见，不用觉得尴尬。但真的会让人心里咯噔一下。这种咯噔就是好奇和不确定。对，就是那种的一声。有时候听错还会闹出笑话来。你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例子吗？有一次，朋友说想吃饺子。饺子？这不是很普通吗？但我听成了想睡觉了。哈哈，这差别也太大了吧！我还问他，你不是很困吗？他一定觉得你莫名其妙吧？是啊，他当时就愣了一下。听错真的很考验我们的反应。所以确认很重要，可以再问一次。或者用别的方式确认，比如重复。你是说饺子，不是睡觉吗？这样就避免了误会，很实用。尤其是在学习新语言的时候。是啊，很多词语发音太相似了。比如发和法，声调不同。对，声调真的能改变一切。听错音调，意思就会差很远。有时候不是听错，是理解错了。文化背景也会影响理解。比如，别人说你吃了吗？这可能只是一个问候语。但我可能会认真回答吃了。哈哈，这就是文化差异的体现。让人觉得既有趣又有点困惑。所以多听多说多问非常重要。下次我再遇到飘就会问。没错，勇敢地去确认，去学习。这样的经历反而能帮助我们进步。是的，每一次听错都是一个机会，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和文化。对，不再害怕犯错，而是去探索。慢慢的，我们会越来越自信。所以，下次再问自己听错了吗？答案也许是是的，没关系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学到更多东西。没错，谢谢大明今天分享。感谢小美，也谢谢大家的收听。说到这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。哦，什么问题？你快说说看。我们怎么能减少这种听错呢？哈哈，这可是个好问题呀。是啊，不光是发音，还有语调。语调确实是个大挑战。我有次把睡觉听成了水饺。哇，那可真是差很多啊。
是啊，当时闹了个大笑话。快讲讲是怎么回事。我朋友问我要不要睡觉。你以为他问你吃水饺？对，我还很兴奋地回答他。哈哈，那你说了什么呢？我说太好了，我正想吃呢。天哪，他肯定很惊讶吧？他愣住了，然后才解释清楚。这个例子太经典了，声调惹的祸。可不是吗？1、2声和4声差别大。睡觉是4声，水饺是3声。我觉得3声和4声最容易混淆。很多初学者都会遇到。你觉得哪个音最容易让人混淆呢？我觉得是平翘舌音，比如 z 和 zh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个也很难分辨。比如子和止，有时真听不清。确实需要多练习才能掌握好。还有北方人很喜欢在饭桌上聊天。是啊，饭桌文化很丰富。尤其是吃水饺的时候，气氛更好。怪不得我朋友会问要不要睡觉。在北方，水饺代表着团圆和喜庆。这份食物背后有这么多意义。所以你当时会很兴奋地回应。我以为他要请我吃好吃的。这就是语言和文化紧密相连。哈哈哈，现在回想起来真有趣。不过，有时听对了词也会错意。哦，听对了词还会错意。是的，语境和言外之意很重要。比如有什么特别的例子吗？比如中国人很客气，会说随便。随便听起来很轻松啊。但如果真随便，可能就不好了。哇，这里面有大学问啊。它背后可能隐藏着更深的意思。这就不是简单的听错了发音，而是要理解语境和文化暗示。哎呀，这听起来更复杂了呢。没错，下次我们再深入聊聊这个。是啊，所以不能只听表面意思。那随便具体是怎么错意的呢？比如主人问你喝什么，你说随便。这听起来很自然啊。但主人可能会觉得你没把他们当自己人。哇，原来是这样，太微妙了。还有个词也经常让人误解，就是环形。还行，不就是不错的意思吗？很多时候，它其实是不太好的委婉说法。哎呀，这可真让人头疼啊。比如你问菜好吃吗？对方说还行。那就是说，其实不怎么好吃咯。对，通常就是这个意思，不够满意。太有意思了，这里面弯弯绕绕真多。我以前就闹过笑话，以为还行是表扬。哈哈哈，快说说怎么回事。我做了个项目，领导看了一眼，就说还行。你当时肯定觉得挺自豪的吧？是啊，我开心了好久，还告诉了同事。结果呢？同事是不是给你泼冷水了？他们偷偷告诉我，领导对你其实不满意。哇塞，这误会可大了，太尴尬了。对啊，从那以后我就特别注意言外之意。我也有类似经历，真得仔细体会。这就是中国人表达的含蓄美，也是难点。含蓄，对，就是不喜欢太直接。
为什么呢？儒家文化讲究谦虚和顾及对方面子。哦，所以不喜欢直说，怕让别人难堪。是的，尤其在批评和拒绝时更明显。那你说这种沟通方式是好还是坏呢？没有绝对的好坏，它让交流更有艺术感。但也可能一不小心就错意，增加难度。没错，比如我们约饭常说的有空再说。有空再说，就是等有时间再确定呗。常常，这背后是我不来的委婉拒绝。天啊，我又学到一招，这简直是暗语。还有下次吧，听起来也像是推辞。很多时候不是真的下次，是吧？多数情况是的，特别是在刚认识的人之间。所以我学会了，要多观察对方的表情。表情和语气，甚至对方的眼神都很关键。这比听懂发音难多了，是门艺术啊。是的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，内涵丰富。每次和你聊，都觉得收获满满的。不过，更复杂的还在后面，比如肢体语言。肢体语言，那肯定也藏着大学问吧？是啊，还有送礼，饭桌上的礼仪禁忌。哇，那下次我们一定要好好聊聊那些。很多时候，你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都会被误解。哈哈哈，看来我们下次要更小心了。是啊，肢体语言可有意思了。那都有哪些讲究呢？比如说，眼神接触的程度。哦，眼神也会有区别吗？有些文化长时间直视不礼貌。对，我以前就觉得有点尴尬。而另一些地方，直视是尊重。哇，这差别真是太大了。还有坐姿、站姿都有学问。哈哈哈，有没有好笑的例子？我有次去朋友家，不小心翘脚。然后呢？被长辈说了吗？他妈妈表情有点奇怪，我才懂。啊，翘脚在中国确实不太好。特别在长辈面前显得不敬。那用手指别人呢？这个也不行。是的，一般用手掌示意更礼貌。哎呀，真是细节决定成败啊！没办法，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。你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误会呢？还有点头的频率和幅度也不同。点头，不都是表示同意吗？有时只是表示我在听，不一定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你和老板说话时，尤其要注意。我总是担心表达不清楚。心意最重要，真诚交流是关键。说得对。那送礼有什么忌讳吗？当然有，比如不能送钟表。为什么不能送钟？我好奇很久了。送钟谐音送钟很不吉利。哇，我以前真不知道这个。鞋子也不好，因为谐音鞋。天啊，这些我都要记下来了。我有个外国朋友就犯过这错。他送了什么？结果怎么样？他送了一双很漂亮的鞋子。哎呀，那真是好心办坏事了。后来我悄悄告诉了他，他很尴尬。所以说，文化功课太重要了。还有面子的问题也很复杂。哦，面子，
那可是个大学问。比如说，直接拒绝别人邀请。中国人很少直接说不。给人留足面子很重要。这又回到我听错了吗了？是的，都是间接表达的艺术。哇，下次一定要深入聊聊面子。面子背后还有权力关系呢。权力关系，那可真是太烧脑了。是啊，比如下级对上级。说话要更加谨慎。一不留神就容易得罪。尤其在正式场合中。对，我有一次就没听懂。快说说看，什么情况？老板请我周末去他家。哇，这是个好消息啊！他说：“你方便的话就来。”这话听起来很客气。我以为是可去可不去。结果呢？你去了吗？我没去，忙别的事情了。哎呀，你真的理解错了。第二天，老板脸色不太好。那句话其实就是邀请。是的，是一种委婉的暗示。真是让人头疼的表达。尤其是领导说的随便。随便就是个大陷阱。对，不是让你真的随便。那是希望你积极主动。或者说表达自己的态度。太考验人的智慧了吧？所以要多猜测对方想法。我发现这跟谦虚也有关。怎么说？谦虚和权力。领导有时会假装很谦虚。哦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比如问你累不累啊？回答不累就是标准。即使很累，也要坚持说不。这就是所谓的客气话。中国人真是很爱面子呢。不止个人，集体也一样。比如集体荣誉感特别强。没错，这又回到集体观念。哎，你知道言不由衷吗？知道，就是口是心非吧。有时听起来特别夸张。但都是为了表示友好。如果太当真，你就输了。哈哈，对，不能太当真。你们觉得哪种客气最难懂？我觉得是夸别人的孩子。哦，那父母会谦虚回应。不会直接接受那赞美。这种是不是有点像客套？是种独特的表达。对，下次可以深入聊聊。对，下次可以深入聊聊。比如别人请客吃饭时。是啊，总要推辞一下。即使心里其实很想去，就得假装一下客气。否则会显得没礼貌。还有，别人夸你什么，你都不能直接接受。需要赶紧谦虚一下。这也是独特的客套。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是啊，文化习惯不同，确实容易造成误解。比如你问吃了吗？这只是打招呼的方式，并不是真的要请吃饭。对，我以前就误会过。哈哈，很正常的反应。还有空场来玩啊。这也是客气话居多。
不代表真的随时欢迎。如果真的去了，会很尴尬。听起来有点复杂。习惯就好，慢慢就懂了。要多注意语境才行。也要多理解中国人。很多话不能直译，隐藏的含义才更重要。看来我听错了吗？答案常常就是是的。哈哈，因为文化差异。对的，需要多琢磨。今天我们聊得很开心，分享了很多故事呢，让我对中文理解更深。我也从中学习到很多，特别是客气话这块。确实很有趣，也很实用。今天我们聊得很尽兴，发现中文的奥秘不少。很多时候是文化差异，让我们听错了对方意思。那么大家在学习中文时，有没有因为客套话而听错？或者闹出过什么有趣的误会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我们期待听到你们的故事。下次我们聊聊中文里那些让人会心一笑的歇后语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